女人杀了18年的猪，突然得知自己竟是豪门千金，只因全家即将遭遇变故，贾千金害怕遭遇变故，立即就带上随行人员去指认女人，结果自己身上却被女人扒得精光，不许动。魏卷书立马举起双手，手中泛着寒光的菜刀上还带着丝丝血迹，精致而又小巧的脸上写满了惶恐，特别是目光落到对面那一群穿着极具年代特色的制服人员身上时，睫毛都跟着颤了颤。那个警察同志，杀猪也犯法吗？放下你手里的武器！领头的中年男人呵斥，魏卷书立马丢下了手里的菜刀。你是魏卷书？领头的人见魏卷书这么配合，声音也没了。一开始的领猎是顾屠户的养女，对，魏卷书听到对方提到他养父，确定对方并没有找错人，难不成是养父犯了什么事？不对啊，养父3年前就死了呀，难不成在地下杀猪没杀好？被告到地上了，魏卷书一头雾水。不过很快他就已经弄清楚了所有的缘由。好消息，原来她竟然是某豪门世家失散多年的小姐。坏消息，世家即将遭变故。这是什么狗屎运气？刘队长，你看到了吧？她这张脸跟我妈不是，跟唐春兰长得一模一样。她才是他们的亲女儿，我是被报错的，她才应该去墨尘，我是无辜的。魏卷书还在接受这么巨大的信息量时，一道急切而又尖锐的声音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。魏卷书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，是一个跟她年纪差不多的小姑娘，不过小姑娘养得珠圆玉润，肤色白皙，穿着一袭碎花长裙，脚下还踩着一双小洋鞋，一看就是从小被娇养着长大的。这大概就是那个和她报错的孩子。柳如烟一直沉默的顾家人听到柳如烟这番话，终于有个年轻的男人忍不住站出来训斥了一句，他是顾家的长子顾曼慈。你不要乱叫，我跟你们顾家可没半毛钱关系。柳如烟立马撇清那样子，就好像是生怕沾上什么脏东西一样。顾家的人看着她这副模样，只觉得心口疼得难受。这可是他们从小到大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公主啊！顾家的每个人对她都是打从心眼里的疼爱。可顾家一出事，她就立马翻脸不认人，甚至还主动带着稽查队的人过来搜查他们家，就为了踩着他们立功，好继续留在京市。柳如烟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从小到大，我们对你有多好，你都忘记了吗？顾曼慈痛心疾首，你们那是对我好吗？你们那是对你们女儿妹妹好，跟我这个人可没有半点关系。柳如烟强词夺理。顾曼慈，一个在军队里杀伐果决的人，此刻竟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反驳如此厚颜无耻的柳如烟。呵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冷哼声传来，柳如烟看去，就见从进来就一直都没开口说过话的魏卷书，面带讥讽。他里面只穿着一件黑色的打底衣，脖子上还挂着围裙，围裙上面沾染着星星点点的血迹，手上戴着袖套，头发有些松散，额边散落着几丝碎发，这打扮实在是有些狼狈。可偏偏他长着一张绝艳的面庞。柳如烟看着这般模样的魏卷书，牙齿都快咬碎了。顾家的人一个个都长得无比出众，我却连清秀都算不上。以前就有很多人说我跟顾家不像是一家人，没想到还真的一语成谶。可这个女人流落在外那么多年，为什么这张脸还长得这么艳丽？想来是在外面被男人滋养得很好。柳如烟可不相信这样一个时代，一个女孩能靠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好。如此一想，脸上的神情瞬间就傲然了起来。你有什么好笑的？明天一早你就要跟着顾家这群落魄之人一起离开了。听说那地方日子特别难熬，等到了那里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柳如烟目带嫌恶，我一天饿几顿就不劳烦你费心了。先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账啊。我们之间有什么账？你刚刚说你跟顾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是吗？是。柳如烟回答得铿锵有力，甚至还挺了挺腰板。毕竟现在刘队长他们还在呢，他必须要表现得足够坚定。你还说我父母哥哥们对你好，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和妹妹，跟你这个人没关系，是吗？是。很好。魏卷书目光在他身上绕了一圈，微微勾起嘴角。那就把你耳朵上戴着的金耳环，脖子上戴着的金项链，手上戴着的手表，脚下穿的小皮鞋，身上穿的花裙子，全都脱下来吧。啊，凭什么？柳如烟的声音瞬间就拔高了好几个度。凭这些东西都是我爸妈哥哥买给我的。魏卷书红唇轻启，柳如烟的话一下子就被堵住了。魏卷书一看他这反应，就知道自己猜对了。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大，这家人身份背景又不差，想来是会送他去上学的。那他今年应该高中刚毕业，他身上这些东西怎么说也得要好几百块，放在这个时代那可是
天价，绝不可能是她自己挣回来的。柳如烟双手紧紧地揪着裙子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红。这些可都是好东西，她怎么舍得脱下来呢？怎么了？不舍得也是，就你手上这块手表都得要100来块吧？这些可都是顾家的东西，你确定要跟我们这些落难之人有金钱上的往来吗？魏卷书这番话说得不急不慌，柳如烟被吓得脸色一白。要是魏卷书这话被传出去了，她就算是不被牵连一同遭殃，也绝对会挨批评的。谁说我不舍得了？你们顾家给的东西我都嫌脏。柳如烟只能强撑着咬紧牙关，无比不情愿地将身上的耳环、项链、手表等一系列首饰摘下来，通通丢给了魏卷书。还你，全都还你。魏卷书掂量了一下，手中的金耳环和金项链还挺重，还有你的鞋子。魏卷书目光落到柳如烟脚上，柳如烟牙齿都快咬断了，但又怕魏卷书说她跟顾家有牵扯，只能咬着牙脱了下来。魏卷书目光又落到她身上的裙子上，终于是忍不住了，冲她大喝：难道你想让我光着离开吗？衣服想留下可以。听到这话，柳如烟脸色这才好一点，可下一刻魏卷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用钱来换。你说什么？柳如烟那口气还没放下去，就又提了上来。我看这件衣服的款式和料子都是极其上乘的，应该是在百货商店买的吧？我之前去逛过，像这样一件衣服起码要15块以上，我也不多要，你给我10块就好。魏卷书一副我如此大方的模样，把柳如烟气得直接都在颤抖。你什么你？要么脱衣服你自己选。魏卷书漫不经心地斜了他一眼，柳如烟气得胸口一起一伏，弱弱地看向一旁的刘队长，刚准备开口，有人却比他更快一步。刘队长，你们接我回家辛苦了，我也没什么好感谢的，这2件首饰就当做是你替我找到家人的谢礼，等会带着你的弟兄们去国营饭店吃点好的，提我的名字可以免费送酒水。魏卷书说着，就将柳如烟刚刚摘下来的那套金耳环和金项链塞到了刘队长的手里。刘队长掂量了下那重量，眼睛顿时亮了，这要是出手，怕是有近100块。刚刚还想着柳如烟还给他后，我再用收缴赃物的理由收回来，没想到这小女娃娃这么有眼力见。目光又落到了魏卷书手上的那个手表上，这可是个好货，一般人家可买不起。魏卷书眸色暗了暗，这刘队长的胃口还真是大，竟然一个都不打算给我留。魏卷书心里狠狠唾弃，脸上却还是要保持着温和的笑意，将手中的手表塞给了刘队长。刘队长顿时喜笑颜开，立马塞进了随身的口袋里，抬头看向一旁的柳如烟：你选哪一个？语气透着几分凉意。柳如烟气得恨不得上去撕烂魏卷书的脸，那可都是我的东西，他竟然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送给了别人，这个贱人！你要是不想选，我就帮你选了。刘队长看着磨磨唧唧的柳如烟，眉头紧皱。处理完这边的事情，他还想带着兄弟们去逍遥一番呢。柳如烟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周旋的余地了，衣服他是不可能脱的，毕竟他可没有备用的衣服换，只能咬紧牙关，从随身的小包里翻出了10块钱，递给魏卷书。刘队长的目光在魏卷书手上那10块钱上停留了片刻，魏卷书不着痕迹地收了起来，笑意盈盈地迎上刘队长的目光。刘队长，这时间不早了，要是去晚了，国营饭店那边可就要关门了。刘队长听到这话，倒也没再说什么，不过就是10块钱，今天这一趟的收获已经够多了。手上的这3样东西转手一卖，估计得有小200块。要知道他现在1个月工资才20块，这可抵得上他1年的工资了。那10块钱就当做是留给这小丫头的傍身钱吧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顾家如今是落魄了，可不见得以后就没有翻身的机会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好了，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你们一家人今晚好好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我接你们去火车站。刘队长撂下这句话，就带着他的弟兄们转身离开了。柳如烟自然要跟着一起离开，但走之前还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魏卷书。可恶，你也就只剩下这一晚的好日子了，等你们到墨城，就有无数的困难等着。柳如烟狠狠啐了一口，快步去追刘队长。女人杀了18年的猪，真实身份竟然是首长千金，而她刚被接回家，还没来得及享福，就得知全家即将遭遇变故。看到这一幕的家人都无比心疼。这个在外苦活了18年的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魏卷书。魏卷书，这名字好有朝气，这是我养父给我取的，说希望我能够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永远灿烂。魏卷书想起了那个老头，可是翻了好几本书才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。魏卷书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害你流落在外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回家，又害得你要一起去墨城。唐春兰说着，眼泪就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唐春兰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美人，五官精致，身材纤细，说话的时候都是温温柔柔的，
极具有亲和感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血缘的羁绊，魏卷叔看着他这副眼眶通红的样子，心里有些发软。好了，虽然要去墨城了，但我也找到了家人，有得有失嘛。唐春兰一听到这话就哭得更厉害了，魏卷叔顿时就变得手足无措起来。这要让他杀鱼杀鸡乃至是杀猪，他都能眼睛不眨一下，可是安慰人，他真是一点都不会。好啦，孩子才刚刚回家，你别吓到他了。顾父看着自家这个刚刚回家的女儿，脸上的无措，连忙上前柔声安抚妻子。顾家的家风看着还不错，怎么就沦落到这般境地了？魏卷叔又打量了一眼客厅里其他的人，大大小小有将近快30人，顾家还真是一个大家族。爸爸上面有2个哥哥，1个妹妹，大伯一家有8口人，二伯一家7口人，7口人，我们家6口，姑姑一家3口，不过姑姑一家在海市，但这次也受到了牵连。顾曼慈跟魏卷叔介绍顾家如今的情况，只是声音嘶哑的厉害。魏卷叔有些讶异，但很快就适应了起来。这个年代大家都生得多，毕竟急需人口来发展。我们家除了你还有谁？还有你2哥3哥，他们是双胞胎。早上爷爷有点不舒服，他们就跟奶奶送爷爷去医院了，我等会去接他们回来。魏卷叔点了点头，又想起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去墨城，其他人呢？我们一家是去墨城，大伯一家跟我们同样在墨城，不过分在不同的县区。二伯一家去南城，哥哥他们去西山。那爷爷奶奶呢？魏卷叔想起顾曼慈还漏了2个人。爷爷奶奶跟我们一起。那他们一家就是8个人。原本你回家，我们应该给你办个欢迎宴，挨个给你介绍家里人，只是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看到了，只能先委屈你了。顾曼慈语气里满是抱歉，虽然才第一次跟魏卷叔见面，但刚刚看他把柳如烟那个没心肝的怼到说不出一句话时，他对这个妹妹就满意的不行，这才像是他们顾家的孩子。没关系，魏卷叔对这些并不怎么在意。那你先在家好好休息，我去看看爷爷那边的情况，妈妈那边麻烦你多照看一下。顾曼慈语气满是歉意，魏卷叔本就是被他们拖累的，现在还要他给家里出力。好，魏卷叔目前对顾家人的态度还算不错，答应的也干脆。顾曼慈离开之后，唐春兰的情绪也稍稍稳定了下来。虽说顾家现在的情况一片混乱，但唐春兰和顾建国还是带着魏卷叔跟顾家其他的人一一认了个熟脸。毕竟明天一早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，总得先把人认全了。魏卷叔啊，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，大伯现在身上也没什么好东西，这块怀表跟随大伯很多年了，就当作是给你的见面礼了。魏卷叔一看就知道这是被小心珍藏的怀表，不用，他这个人就是遭不住别人对他好。你这是嫌弃大伯用过了？当然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就收下。顾大伯强硬地塞给了魏卷叔，这一刻魏卷叔才反应过来，顾大伯刚刚那番话都是故意的。魏卷叔，这个镯子是大伯娘结婚的时候我妈给我的，现在送给你。魏卷叔，我是你二伯，这支钢笔给你。我是你二伯娘。我是你大堂哥。我是你二堂哥。顾大伯一起头，其他亲戚们也都开始纷纷翻遍全身找见面礼。顾家之前的东西几乎都已经被收工了，每个人身上都只剩下几件偷偷藏下来的好物件，眼下全都塞给了魏卷叔。毕竟这丫头一回来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，他们心里实在是于心不忍，只恨不得能对她好一点，再好一点，免得人家小丫头受委屈。魏卷叔看着怀里堆得满满当当的物件，一下子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时的心情，想还回去，那些人却一个个都不肯收，最后还是顾父站了出来，替魏卷叔谢谢了大家，而后众人就各自回房了。毕竟明天一早就要去坐火车，大家还得回去收拾东西。唐春兰领着魏卷叔去了柳如烟之前住的那间房。魏卷叔，今天我先住在这里，我跟你爸就在隔壁，有事情你就叫我们。唐春兰很想跟自己女儿多待待，也有很多话要跟她说，可现在时间紧，事情多再多的话也只得等他们抵达目的地之后再聊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去忙吧。好孩子。魏卷叔环顾了一下房间，房间很大，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公主床，旁边还有一个书桌，里面是一个大衣柜，虽然都空了，可就这装饰就能看出来，顾家人对柳如烟是掏心掏肺了，结果却养出了一只白眼狼。魏卷叔坐在书桌前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这好日子他是一天没享受，吃苦倒是一点没落下。去墨城，魏卷叔在脑海里搜索了有关于这个地方的信息，那地方相当于现实世界的黑龙江。没错，魏卷叔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他是穿过来的。当时他正在执行任务，为保护护送人员，替他挡了一颗子弹。醒来
时就成了这个世界被遗弃在野外的小孩。那小孩在冰天雪地里没了生机，倒是让他的灵魂有了容器，后面就被他的养父捡回了家，然后在这个世界生活了18年。这个世界类似于现实世界的70、80年代时代，生产力低下，社会经济处于一个非常低洼的阶段，大部分人吃不饱穿不暖，社会局势还有一些动荡。好在他养父杀猪的手艺极好，这么多年也没少他吃少他穿，甚至还把他养得白白胖胖，更是在他死后把工作传给了他。魏卷书上辈子一直都处于一种极其不安稳的生活状态，每天奔波于各种任务，这样平静的日子让他非常满足。原本就想着这么一直生活下去，哪知道却被牵扯进了顾家的事情当中。如今的墨城荒凉无比，寒冷困苦，比现实当中还要艰辛不知道多少倍。去了那种地方，生活质量肯定没有保证。逃的话，我一个人倒是能逃，不过我要是逃了，顾家人身上的罪责怕是会更加一等。魏卷书的目光落到一旁柜子上面堆成一座小山的见面礼，心思有些微动。他上辈子孤身一人，被组织看中后带去基地培养，他没有亲人，就连战友也没有，因为他只相信自己。可当穿来的时候，他只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，什么事都只能依靠顾屠夫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给他撑起了一片天。那颗冷硬的心，终究还是被那个死老头磨得柔和了许多，甚至都生出了同情这种不该有的情绪。算了，逃了就要重新更换身份。魏卷书这个名字是臭老头留下来的，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遗物不算多，起码我算一件，更何况还答应过他要招个赘婿，替他老顾家延续香火，这个身份不能丢。魏卷书闭上眼睛，意念一动，他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，这是他上辈子在组织里做实验而获得的异能，没想到跟着他的灵魂一起穿过来了。这里面可以存放物品，时间是静止的，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功能。魏卷书现在正在清算自己空间里存储的物资，这都是他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家当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顾屠夫留给他的，包括米面粮油、衣服、首饰、布匹等一系列生活物资。这些东西还太少了，离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就老的老，少的少，还需要再准备一些。如此一想，魏卷书也没再耽误时间。刘队长离开之前，留了2个人在顾家大门口守着，前门不能去，只能走后门。魏卷书换了身衣服就走到阳台，这里是2楼，下面是柔软的草地，这个高度对他来说轻而易举。隔壁隐约有动静传来，不过他这个房间是在最里面，其他房间的人看不到他这边的动静。确定一切都安全后，魏卷书双手撑着栏杆，利落地跳了下去，他的身子如同一只灵巧的猫咪一样，轻巧地落在了1楼的草地上，随后不做停留，快步朝着围墙跑去，身子轻轻一跃，双手瞬间攀上了围墙，一个翻身就跳了出去。猪肉只需要8毛钱1斤的年代，女人却拥有2000块的巨款，但这些对她来说还远远不够。只因全家即将遭遇重大变故，她需要准备足够30多口人的物资。但这个年代，货物是不允许私自交易，女人只能在黑市进行交易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1000斤糙米，500斤大米，500斤面粉，500斤猪肉，500斤牛肉，200斤羊肉，红糖100斤，鸡蛋100斤，各种糖果100斤，各种调味料各5箱，牛奶麦乳精各20箱，包子、馒头、煎饼有多少要多少，要多少。魏卷书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全部都写了下来。墨城那边天寒地冻，需要各种御寒衣物，棉衣棉裤、帽子手套、鞋子通通都要准备上。等等等等，魏卷书抬头看向面前的人，眼睛里透着几分冷意，似乎是对他打断他思考的不满。这位小姐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来逗我玩，但就算你是真心实意来买东西，你开的这些东西我也拿不出来。你拿不出来这么多物资，也就只有公家能拿出来。魏卷书神色凝重，他开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是保守数量了，毕竟家里有那么多口人，粮食不准备充足，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。那你这边有多少？你真要这么多东西？男人细细打量了一番魏卷书，这丫头声音听上去很年轻，但那双眸子里透出来的气场却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养出来的。对，但我时间比较紧，天亮之前就要。天亮之前？那这也太紧了吧。你帮我准备大概2000块钱的物资，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100块的报酬。多少？魏卷书也不跟他废话，直接从怀里掏出5张10块的票子塞给了男人，这是给你的定金。男人看得傻了眼，把那5张票子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，确实都是真币，随后一把塞进了裤兜里，再次看向魏卷书的眼神就变得热切无比。要知道他们的收益基本都是倒卖的差价，魏卷书来他们这里买东西原本就是给他们送钱，要是能凑齐2000块钱的物资，再多加这100块的辛苦费，他将近半年都不用开业了。
与其每天提心吊胆，不如来一波大的。好妹子，我看你是个爽快人，你这生意我接了。好，天亮之前，你叫人把所有的物资都送到新口路230号那个仓库里，我会让人去拿货。那个仓库荒废很久了，四周也没什么居民，确实是个交易的好地方。你这边尽快准备，天亮之前送来的物资我全要，天亮之后我就不收了。还有你注意点，不要被人察觉。放心吧，我干这一行这么久了，要是这点注意力都没有，我早就进去了。我先去那边等你。好，魏卷书则快步出了黑市，赶往那个废弃的仓库。他一点都不怕那个男人收了他的钱不来送货，毕竟挣50和挣500，是个人都知道该选哪一个。魏卷书在废弃的仓库里等了大概半个小时，黑市那边就派人送来了第一批货。妹子，这里是200斤大米，你先收着，后面的我再去准备。麻烦替我放到里面。没问题。男人一个眼神，后面的小弟立马推着板车送了进去200斤大米。魏卷书按照黑市的价格折算成现金，递给了面前的男人。男人接过钱后，往指尖吐了口唾沫，利落地数起钱来。卸完货的小弟一出来，就看到他们的大哥手里那一大摞票子，眼睛都看直了。没错，1分不差。麻烦你们尽快把其他的物资送过来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放心，我先领他们认个路，后面就快了。男人这话并没有直说，其实就是他们还不太放心。魏卷书这才先拿了200斤大米过来探探路。眼下看，魏卷书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拿出这么多钱来，自然是放了心。魏卷书见那些男人都离开之后，转身回了后面的仓库。仓库里面破败不堪，200斤大米整整齐齐地堆在空地上。魏卷书意念一闪，那200斤大米就已经存放进了他的空间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仓库前面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动静。魏娟书看了一眼，这次来的人不少，600斤面粉，500斤糙米，200斤猪肉，陆陆续续一车一车的把物资往破仓库里面搬，每搬进一车，魏卷书就付一车的钱。那黑市负责人也不来回跑了，就在一旁收钱，收到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。负责人那边实在是拿不出其他的东西了。妹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边已经将能收到的物资全部都收拢过来了，连带其他黑市都帮你打探过了，只是眼下查的严，我们只能找到这么多物资。负责人有些肉疼，他看魏卷书的样子，手里明显还有很多钱，结果他们却没物资换了。没事，辛苦你们了。魏卷书说着，又掏出了50块钱递给面前的男人，这是另外一半辛苦费。多谢妹子，今天晚上真是遇见贵人了。男人瞥了一眼几乎快被塞得满满当当的破仓库，这些东西需要兄弟们帮你送吗？免费的，不需要额外付钱。男人现在已经把魏卷书看成财神爷了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安排人手过来拿了。那好，我们这边就不打扰了。男人急着回去跟兄弟们分钱，招呼一声就带着人走了。而魏卷书确定附近100米之外都没有其他人的气息之后，这才把所有东西都收纳进了空间。这么多东西收进去，却并没有占据空间多少空间。要不是时间不够的话，他还想多囤一点。马上天亮了，要是再不回去，顾家那边可能就会有所察觉了。魏卷书悄无声息地出了破仓库，一路朝着顾家走去。魏卷书原路返回自己的房间，刚洗了个澡，就听见楼下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动静。魏卷书刚出门，就看到唐春兰正朝着他这边走来。女人明明在黑市囤了几千斤的物资，可稽查队怎么都搜不出来，只因物资全在女人的空间里。妈，刘队长他们来了。我知道了。顾曼慈转身下去安抚刘队长，给他们再多争取一些时间。魏卷书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如同魏卷书猜想的那样，顾家人收拾好的行李，刘队长带着人又仔细地翻查了一遍，查到值钱的或者是他们看得上的，就说这些东西涉及案件，要带回去上交。顾家人知道他们是想私吞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紧握拳头，咬紧牙关，任由他们将他们很不容易整理好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。顾家的人原本还担心他们送给魏卷书的东西也被这群人没收，一直都盯着魏卷书的包袱，结果里面就只有几件柳如烟遗落在家的衣服。众人神色一变，但很快又收敛了回去。刘队长确定顾家人身上已经榨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后，这才把他们送去了火车站。顾老爷子，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家人一路顺风。魏卷书和顾大伯一家是同一趟火车，而其他人则是其他的火车，一家人只能就此分别，每个人都眼睛红红的。魏卷书站在后面，神色未明。小妹，你不用担心，不管在哪里，我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魏卷书一抬头，就看到了2张一模一样的俊脸，惊得他差点没挥拳出去。小妹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我是你二哥，我叫顾敏学。小妹，我是你三哥，我叫顾新远，以后我照你。顾家这3兄弟还真是性格各异，大哥稳重，二哥温柔，三哥开朗。以前
柳如烟的日子过得是有多么的舒心。小妹刚回来，你们不要吓到她了。顾曼慈看着一直都没说话的魏卷书，还以为他是被这样的阵仗吓到了，立马训斥了一句自己的2个弟弟。我只是想跟妹妹打个招呼。顾曼慈的目光重新落到魏卷书身上，眼底满是愧疚。妹妹没有在顾家享过1天的福，却要跟着我们一起受苦，不仅没有像柳如烟一样歇斯底里、咒骂怨恨，甚至一直都很乖巧温顺。这样的妹妹实在是让他忍不住心疼。她年纪小，又这么瘦弱，怕是还不知道未来等待她的会是什么样的苦日子。我以性命起誓，未来绝对不会让妹妹吃一星半点的苦。顾敏学和顾心远看着他们大哥的神情，也在暗暗发誓，一定会护好他们的妹妹。眼下的火车只有绿皮，人员拥挤，开得又慢，到墨城需要2天1夜，他们的位置自然也都是硬座。年轻人还好，2个老人就要遭不少罪了。顾老爷子年轻时可是战场上的不败将军，就算已经退下来多年了，身上仍然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场，只是当他的目光落到魏卷书身上时，瞬间就变得柔和了许多。你叫魏卷书是吗？害得你要跟我们一起受苦了。魏卷书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听过许许多多的抱歉了，都已经有点肌肉记忆了，无比顺口的回了句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孩子。顾老爷子看着面前的小孙女，心里是满意的。经受了这样巨大的变故，这丫头仍旧能够面色不改。听老三说，这丫头昨天3言2语就把柳如烟说的气急败坏，不亏是我顾家血脉，可一想起柳如烟，顾老爷子就觉得心口又跟着一抽一抽的疼。他们顾家自古就是阳盛阴衰，小女儿嫁去海氏后，家里就只得了柳如烟那么一个孙女，从小她就当宝贝眼珠子一样护着，哪怕她不像顾家其他的小子一样聪慧伶俐，但他给他的关爱是最多的，结果最后捅他们一刀最深的也是他。他这辈子阅人无数，自认为眼光独到，却不想在自己人身上大跟头。昨天去医院也是被柳如烟给气的，眼下一想起就又觉得头晕目眩了，只得闭上眼睛休息。魏卷书看对方这模样，也没再出声打扰。爷爷从小就疼柳如烟，估计是又想到他伤心了。魏卷书点了点头。这2天1夜的行程，饶是魏卷书都做的尾椎骨有些疼，毕竟这具身体可不像前世一样经历过那么多训练。顾屠夫对他可是很娇惯的，他活着的时候从未让他干过什么活，看来以后还是不能够太放纵。魏卷书暗想，等过几天到了墨城后，一定要重新训练一下体质。一路颠簸，总算是在第3天的傍晚下了火车。顾家人一出火车站，就看到了门口站着许多接人的人。魏卷书一眼就看到有一个皮肤黝黑、颧骨突出、身材消瘦的年轻人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顾建国。爸，那好像是来接我们的。顾建国随即带着一家人朝着那个小伙子走了过去。你好，请问是石码头村来接人的吗？对，我就是石码头村的。你们是顾家人吧？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我都等半天了，还想着你们今天是不是来不了了，赶紧走，要不然天黑之前我们都回不了村。小伙目光不小心落到了魏卷书身上，瞳孔顿时一震，随后黝黑的脸顿时泛出了一阵红晕，并迅速地蔓延到了耳后。那黑里透红的模样，只衬得他整个人像是一颗熟透了的黑布林。顾曼慈注意到了他的目光，下意识地挡在了魏卷书的面前。他知道他妹妹长得好看，放在京市自然是没人敢动他们顾家的人，可如今来了乡下，那就得严防死守了。那小伙大概也发现自己的反应有点太失礼了，立马收回了目光，结结巴巴地在前面带路。好在顾家大伯那边也找到了过来接他们的人，2家人就在此分别了。前来接顾家人的小伙叫做山伢子，是石码头村土生土长的村民。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拴着一头驴车，山伢子从之前的窘迫中回过神来以后，就显得非常的热情，帮着顾家人上了驴车，然后驾车回村。路上跟顾家的人介绍了一下他们石码头村的情况。我们村归属于安阳大队，大队里像我们这样的村子一共有12个。如今正是秋收最忙碌的时候，你们这个时候来算是遇上好时候了。再晚几天，秋收过了，工分就更难挣，到时候都分不到粮食，冬天可就要饿肚子了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们村的人都挺好的，这些年也接受了不少像你们这样下来改造的，只要你们认真改造，村里的人都乐意接受你们。山伢子是个话多的，一路上几乎是把石码头村的情况都跟顾家人解释了一遍，但顾建国他们是越听眉头越紧，不看别的，一看山伢子本人就知道村里情况肯定不好，村里估计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，要不然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怎么可能会瘦成这样？我们男人倒是不打紧，可家里还有2个老人，夫人更是家里的娇娇，不管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，从来都没干过活。女儿就更不用说了，如此瘦弱，要是再吃不上饭，岂不是会更瘦？顾建国已经在心里盘算，到了队里一定要尽快熟悉工作，多挣一点工分，让家里的父母、妻子、孩子都能吃饱。
一路闲谈，终于在天色乍来后抵达了石码头村。村口的老槐树下站着一个年约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看到山伢子驾着驴车回来了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村长，你们就是顾家人吧？王洪杰在顾家人身上绕了一圈，8口人，除了2个已经丧失劳动力的老人，其他的倒都是青壮年，这倒是为村子里增加了不少劳动力，正好可以稍稍缓解一下最近秋收人手不够的局势。你们跟我来吧，我先带你们去你们的住处。经常被送到这儿的人都知道，在这个时期得到这般处境，就意味着拥有吃不完的苦。就连住的地方都是极其简陋的破旧小屋，里面的味道只要闻一下就能让人难以忍受。可这个女人却一点都不嫌弃，甚至在里面还睡起了觉。村里是建了安置点的，可那都是给文化人住的。你们是来这务农的，按规定你们只能住在这里。不过这房子确实是有些破旧了，好在最近天气并不是很凉，等到秋收过去后，我叫些人过来帮你们维修维修。最近这些日子你们将就一下吧。唐春兰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一旁的顾建国拉住了他，只笑着向王洪杰点头。那就麻烦村长了。不用客气，等会我会让人给你们送点粮食过来。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晚，明天就要跟着我们一起上工了。王洪杰很满意顾建国的态度。石码头村不是第一次接收这种外来的务农人员，上一个吵着闹着不肯住在这里，甚至还企图拿身份压人的。这会儿坟头草都已经2丈高了，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村子里安稳平静，新来的这群务农人员能安安静静。他并不想招惹麻烦，于是又好心的叮嘱了他们几句，这才转身离开。山伢子见村长走了，也立马放下了手里的行李，转身匆匆忙忙地离开了。只是离开之前，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站在众人身后的魏卷书。他从小到大就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姑娘，那皮肤白得似雪，眸子亮得像星。以前他只觉得知青所里的那些女知青就像仙女了，可直到他看见魏卷书，才终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仙女。就是仙女的运气不太好，竟是落难之人，希望他们不要像之前那些人一样，尽给村里惹事。毕竟每天能见着这么好看的人，心情也会好一点。村长和山伢子他们离开后，破旧的小屋中就只剩下顾家这一大家子。先去里面看看。顾建国率先开口，越是这种时候，他就越应该要撑起这个家。对，先进去看看，说不定里面没那么差呢。顾新元保持着好心态，可等他们推开那2扇破旧的木门后，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。屋里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家徒四壁。里面甚至连张床都没有，只在角落的位置用稻草铺出了一块用来休息的区域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。这下就连顾建国都忍不住心口颤了颤。魏卷书看着顾家人一副仿佛坠入无间地狱的模样，从容地上前翻了翻那堆稻草，将里面那些小动物驱赶走后，又重新铺好，随后又从顾家人带来的行李里找出了一套被子，铺在了那堆稻草上面，勉强能将就一晚了。爷爷奶奶，今天晚上你们俩就睡在这里。众人看着魏卷书如此娴熟地整理稻草，都愣在了原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把稻草整理一下，好歹先弄出个睡觉的地方来。魏卷书，你怎么会做这些？唐春兰这才反应过来，立马上前拉住了魏卷书，眼睛又红了。还做得那么熟练，以前肯定没少吃苦。可怜的女儿，这又不是什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。魏卷书现在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唐春兰这么亲密的姿态，有些不太自然地抽出了手。我再去看看隔壁的房间。魏卷书说完就朝着隔壁走去，两边的房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，一样的家徒四壁，一样的稻草。魏卷书刚准备上前整理，有几道身影就比他更快了。小妹，你休息，这些事情让我们来。魏卷书也没跟他们争，走到窗前探视了一下周遭的环境，外面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有稀稀拉拉的亮光，那边应该是村子，离得倒是挺远的，这对日后的生活会方便很多。毕竟房子破旧可以修缮，但要是住在村子里，盯着的人就很多了。小妹，床给你们铺好了，你跟妈睡这间屋。魏卷书一回头就看到之前那堆稻草已经被铺得很整齐了，上面也铺了一床被子，让爸妈睡在这边吧。不用，我跟你哥他们去外面看看。魏卷书还想说些什么，他却已经带着3个孩子出了房间。魏卷书，让他们去吧，路上坐了这么久的车，一定是累了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唐春兰拉着魏卷书走到了一旁的稻草上，她的眼睛还红红的，却努力的让自己不在魏卷书面前哭出来。在京市，他们家养的狗住的地方都要比这里好，可现在却要让他的女儿跟他一起受这种苦，都是他们的错。魏卷书一对上唐春兰的眼神，就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异样。为了避免她再哭出来，魏卷书只得躺上了那堆稻草，顺带闭上了眼睛。唐春兰看魏卷书这模样，还以为他是累狠了，竟然能在这种地方倒头就睡，眼睛顿时酸涩得更厉害了。只坐在魏卷书的身边，悄悄抹眼泪，确定魏卷书睡着之后，这才小心翼翼地出了房间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一转身，稻草上的魏卷书就睁开了眼睛，被那样的视线盯着，
他怎么可能睡得着呢？魏卷书睡了。顾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。这一路上应该是累狠了，躺下就睡着了，是我们连累了他。顾建国满眼愧疚地看着身后的房间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又不能把他送回去。唐春兰说着，又要抹眼泪。顾建国最怕的就是自家媳妇儿哭。以前结婚的时候，他可是在他岳父面前发过誓的，绝不让他哭。结果最近他媳妇眼睛都快要哭瞎了，只得连忙绕开话题。对了，这是村长刚刚让人送过来的粮食。都送了什么粮食过来？唐春兰一听有吃的，也顾不上哭了，连忙询问。毕竟大家这2天都待在车上，几乎没吃过一顿好的。村长给了我们20斤玉米碴子、3颗白菜、半个冬瓜。这就没了。唐春兰以为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了？没了。唐春兰有点不相信，亲自查看，结果跟顾建国说的一分不差。这玉米碴子要怎么吃呀？他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，从小到大吃的都是精细白米，这种玉米碴子在他的印象里好像都是用来喂牲口的。熬点玉米碴子粥，再炖点白菜，能充饥就行。顾建国已经接受了事实，我们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可爸妈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这些东西哪有营养？还有魏卷书那么瘦，现在还在长身体呢，这些东西哪能够啊？唐春兰看着面前这简陋的物资，实在没忍住，眼泪又掉了出来。我们第一天来还没熟悉环境，等明天白天，我跟村里的人打听打听，看看能不能再弄点其他的吃的回来。我不是担心自己，我就是担心魏卷书。一提起自己最苦命的女儿，唐春兰眼泪就怎么也忍不住。妈，你别哭了，小妹刚刚睡着，别又把她吵醒了。唐春兰一听这话，立马把眼泪给咽了回去。如今也就只有小妹能够宽慰得住妈了。可他们都不知道的是，魏卷书耳力极好，他们在外面说的话，他都一字不差的听进了耳里。担心我，这种时候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魏卷书恍若未闻的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睡觉。毕竟只有睡好了，才有好身体去应对未来的日子。女儿明明能一口气杀10头猪，可父亲却不去干活，只因女儿是被他们拖累的，深陷风波，全家都不想女儿受到一丁点苦。你就在家里休息，是好好在家休息。上工的事情有我跟你爸，还有哥哥，你也在家。不行，到时候分粮都是按照工分分的，我要是不去，分粮就会少个人头，冬天就没饭吃。唐春兰昨天晚上就已经想通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哭再多也没用，只能振作起来好好干。你嫁给我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让你干过一点活，现在也一样，我挣的工分养得起你们母女。顾建国语气坚定，唐春兰还想要说什么？是，你就跟妹妹在家，顺带照顾好爷爷奶奶，口粮我们去挣。没错，我们一个抵3个。可唐春兰还想要说些什么，顾建国却已经带着人走了。唐春兰站在原地，努力的控制情绪，真好，这次终于没有眼泪掉出来了。魏卷书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去把这些碗洗了。我去周围逛逛，总要找个合适的理由把空间里的物资拿出来，要不然天天喝玉米碴子汤，人都要喝抑郁了。你小心点儿，不要逛太远，中午早点回来。唐春兰原本是想拒绝的，可一想魏卷书出去走走也好，散散心，免得把自己憋坏了。魏卷书应声，迈步朝着村子中间走去。魏卷书离开后，唐春兰的碗也已经洗完了，又苦恼中午的吃食那么点东西，要怎么挨到下次分粮，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。而此时，魏卷书已经进了村子，这个时候，村子里的人都去上工了，村里非常的空寂，只剩下一些不能行动的老人以及儿童。魏卷书四处观察，村里基本都是一层，门口有个小院，用围墙拦着，墙角的位置种了些小菜。虽然说现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，但门口种点菜还是被允许的。老人们一个个瘦骨嶙峋，眼窝凹陷，麻木地坐在门口，不知道是等着生还是等着死。小孩就更不用说了，一个个瘦得跟螳螂似的，身上没有2两肉，甚至好多小孩连衣服都没穿，光屁股到处跑。这地方是真的穷，难怪柳如烟说这一趟是要下地狱呢。就跟京市比起来，这可不就是地狱吗？魏卷书还想多探查点，忽然间一道尖锐的哭喊声传来，魏卷书当即顺着声音的方向跑了过去。只见后山的小坡，群小孩正围着什么。魏卷书靠近后才发现，地上躺着一个大约6、7岁的小男孩，双手捂着自己的眼睛，痛苦地翻滚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本还慌得不行的小孩子，一听到有大人的声音，立马抬头看去，是一个好看的不像话的漂亮姐姐。众人一下子都忘记了反应，这是仙女下凡来帮咱们了吗？我问你们发生了什么事？是狗蛋，狗蛋的眼睛被弹珠打到了。魏卷书立马蹲下身，把那个还在地上翻滚的小男孩扶了起来。你把手放下来，我看一下你的伤势。可小男孩不知道是不是疼傻了，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只一个劲的哭嚎。魏卷书只得上前掰开了他捂在眼睛上的手，
这一下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孩子的右眼有一个窟窿，血水正不停地往外流。好些个胆小的小孩吓得跟着哭嚎了起来。魏卷叔看小孩伤得这么重，知道绝对不能耽误，一把将孩子抱了起来。医院在哪里？医院，村里没有医院，有医生，有一个赤脚医生。赶紧带我过去。好，你们派个人去把这孩子的家人叫回来。那些孩子这才如梦初醒，转身立马去找大人了。与此同时，田地里顾家四父子正在队长的安排下，在地里掰玉米棒子。大抵是他们家事的缘故，身边的人没人与他们说话。顾家四父子也是内敛的，自顾自地埋头干活。一开始还有些不熟练，后面越来越利落，动作一个比一个快。毕竟他们多干点，家里人就能多吃点。而就在众人如火如荼的工作时，一群孩子哭着到了地里。虎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哭成这样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有在田里干活的家属认出了自家孩子，连忙上前，还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自家孩子的身体，确定没缺胳膊短腿后，才稍稍放心。不是我，是狗蛋。狗蛋怎么了？那妇人一听这话，语气立马拔高了。狗蛋可是他们队长的娃，而他们队长又是村长的女婿，这可不幸出事啊！他出了好多血，血。好好的，怎么出血了呀？虎子却回答不上来了，只顾着哭了。你这死孩子！妇人见问不出什么，转身去找狗蛋他妈去了。魏卷叔这边跟着那个孩子，已经到了村里的赤脚大夫家。赵爷爷，你快来呀！狗蛋要流血，流死了！咋咋呼呼的干什么？他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是他们玩弹弓的时候被人打到眼睛了，他这会儿已经疼得晕过去了。赵老头连忙检查狗蛋的眼睛，那伤势让他指尖都在发抖。这伤得太重了，我就是一个赤脚大夫，这得送去县里的医院。我已经让人去叫他爸妈了，他们今天去后山掰玉米棒子去了，一来一回得半个多小时呢。狗蛋，这伤势不能拖，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可我不认识去县城的路，你跟我走，人命关天。赵老头也顾不得其他，回屋里稍微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找了块干净的布，简单的给狗蛋包扎了一下，就领着魏卷叔出了门，但还是留了个孩子在家门口，叮嘱他，要是狗蛋爸妈找过来，就让他们带着钱来县里的医院。魏卷叔出门，原本就只是想要熟悉一下周遭的环境，却不想摊上这么件事，可管都管了，也不能半路撂下，只能抱着孩子跟在赵老头的身后走到村口。魏卷叔就看到了，昨天那辆接他们回来的驴车正绑在那棵百年老槐树下，这个驴车是公家的，个人要用的时候需要跟村里打报告，可现在情况紧急，也来不及走这个流程了。牲口虽然贵重，但又怎么重得过人命呢？魏娟叔在风中凌乱，也顾不上自己只小心地护好怀里的孩子。女孩只是逛了个街，就遇到了重伤的孩子，而这孩子的身份却不简单。女孩赶忙将孩子抱进医院，可病情严重，医生对此却束手无策。快来人，这里有人重伤。大厅里的医护人员检查完魏卷叔怀里孩子的情况后，立马招呼人过来。快，这里有个重伤患者，马上送手术室。情况怎么样？已经送进手术室了，现在还不知道结果。希望没事。赵老头紧张地盯着面前紧闭的手术室房门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没等到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，就看着王洪杰领着5、6号人朝他们走来。赵爷爷，我们家狗蛋怎么样了？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中年女人一看到赵老头，立马就扑了过来。先别急，医生还在里面抢救。那中年女人一听到这2个字，双腿顿时就软了。好在她身后的男人扶住了她。你先别自己吓自己，狗蛋不会有事的。王洪杰看到了站在一旁的魏卷叔，我们也在这里。就是这丫头抱着狗蛋来找我的。是你救了狗蛋？不算救，只是把他从山上抱下来了。那也是救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王洪杰能够担任村长，眼见是够的，只要是村里其他相熟的人，肯定会毫不犹豫出手帮忙。但魏卷叔是昨天刚刚调来的落魄之人，他不帮忙，别人也不能说什么。魏卷叔听到这话，看向王洪杰的眼神多了几分异色。这个村长还算是不错。谈话间，手术室的门终于被人从里面打开了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？患者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弹珠直接把患者的右眼打爆了，我们需要摘除眼球以及把弹珠取出来。可现在眼球摘除了，弹珠的位置却相当危险，我们集结了全院之力，却没有人有能力完成这个手术。你们可以把孩子带回去了。医生说到后面，语气明显低沉了很多。他虽然没有明说，